米西国，米西国，米西国，对不起，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以前对你有很多误解，我一直想弥补，我想等到了上海重新开始，我以为一切都来得及，可是你一毕业就不见了，我到处找不到你，我以为你出国了，我去江瑞家找过你，张阿姨说你出国留学了，米西国，你说过的，毕业的时候你说过的，你说过大葡萄会回来的。 你放开我！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我不该过来自取其辱。我这辈子最怕输，但是聂启国，我已经一败涂地了，还能怎么输？你觉得我现在疯了是吗？我当然疯了，不然我怎么会忍不住？我会忍住，我不知道想了多少次要去找你，在长白山，在这里我都忍住了。聂启国，我一直在忍住。 可是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们元旦的时候没有在一起？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一切？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元旦的时候为什么骗你？ 你就不能稍微回忆一下吗？堂堂投行精英，不至于这么健忘吧？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突然这样，但是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请你保持大学校友的距离，不要对我说这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合时宜。 你现在跟我说不合时宜，一开始不合时宜的不是你吗？明明知道不合适，却那么执着的要挤进我的生活，然后在我投降之后一走了之，直接消失。既然你以前可以不合时宜，我为什么不可以？庄旭，你别骗自己了。找一个人真的就那么难吗？电话打不通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说你对我有误解，你凭什么对我有误解？就因为别人说的话。可是我们相处了那么久，我做过那么多事，说过那么多话，你看不到、听不到吗？凭你的智商、情商，你真的看不明白吗？你只是不想明白，你只是有恃无恐。大葡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我，但是就算那个时候我懂了，凭什么要我自己回来？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过。元旦那天就算没有误会，我也会选择他。不是选择。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就不存在选择了。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都跑到这儿来找我，生日宴上不开心？没有，就是我的脚想过来，想早点回去了。马上就回去。不过，要不要和席教授他们打个招呼？啊？可爱的小姐，你已经是 Vincent 千山万水才找到的女朋友，请你不要生他过去相亲的气，那是我赶鸭子上架的。我向你保证 ，Vincent 是一位坚贞廉洁的美男子。好的，尊敬的教授，谢谢你的推荐信。I6教授的中文真好。I6以前是席教授的学生，他为了追求席教授，苦练了好几年中文。学生啊？其实他最早学的是计算机工程，一次偶然的机会可以旁听席教授的讲座，后来居然猛补医学专业，最后成功成为了席教授的学生。虽然是毕业后才开始追求，但是我们都说他心怀不轨，居心叵测。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毫无疑问，这是I6曾经洋洋自得的自我评价。好吧，看来I6教授的中文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你今天和教授们谈得怎么样啊？还不错，我对脑机接口方向很感兴趣。以前读书的时候，为此还兼修了一些生物工程方面的课程。不过脑机接口横跨的学科非常广泛，还涉及计算机、生物神经学等等。我打算最近系统的学习一下。你还兼修了生物工程？你不是说读书的时候忙得谈恋爱时间都没有吗？所以破案了。为什么我那么忙？好有道理，逻辑通顺了。因为你是好学的小天才。过奖，你男朋友只是兴趣广泛，睡眠需求少，所以时间比较充足，远远称不上是天才。你今天怎么这么谦虚了？平时我难道不谦虚吗？那是开玩笑，我内心很谦虚。大概是因为见过一些真正的天才。你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啦。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加入席教授的团队啊？我跟教授说了，要等公司这边的工作告一段落，才能正式加入。那会耽误你在教授那边的事情吗？不会，他们也刚刚回国，也需要一段时间筹备实验室，组建队伍。那就好。Until that day, I played a game, I dream away, it'll be the same to you. Near me. 雨伞。怎么了？没什么。
曼，不，沈总。林总，聂总，我又来了。沈总天天来都欢迎。小林这嘴甜呐，我在长白山就知道你有前途。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智数中心项目的设计师汪总，这是胡工、费工。你好。我们进去说吧，我们总经理张总还有技术部门的花总都在里面等着了。请。丰腾苏州智能数字中心是丰腾集团在江苏省的重点投资项目，坐落在太湖之畔，占地约65亩，投资规模巨大。拟建成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中枢平台，为整个长三角地区数字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算力支持。这次智数中心的建筑设计方案为公开招标，目前一共10余家通过了资格初审，实力都很强劲。除了一些知名的建筑设计院，还有像盛远、远程这样集设计和施工于一体的大型建筑地产集团。尤其是盛远，摆出了志在必得的架势，邀请了国际著名建筑师杜兰加盟。面对强手如林，我们程瑞一直在思索破局之法。上次我到双远来参观，流光花园给了我很多灵感，联想到丰腾集团实控人丰腾近期在公开采访中多次提到绿色环保的概念。我回去和大家商讨，大家一致觉得可以引入 BIPV 这个先进的概念。以绿色节能、减碳建筑为亮点，另辟蹊径，在功能和理念上做些文章。这是我们的概念设计初稿，以丰腾集团的风为理念，以扬帆领航、乘风破浪为主题进行了这一稿设计。建筑主体为帆船造型，群楼部分就像船身，整个建筑看上去如同一艘正要起航的巨轮。我们双远如果能参与到这样的大型项目中，是我们的荣幸和机会。雨森，流光花园这块一直是小聂负责的吧？对，小聂是总负责人。小聂最清楚这块。小聂，你说几句。流光花园是我和花总一起负责的。你说，我只管技术。好。早上接到沈总电话的时候，我很激动，但是现在看到程瑞的概念设计图，我却冷静了下来，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智能数字中心，它并不是把我们光伏小花园等比扩大那么简单。哪怕是最基础的方面来看，其中涉及到的结构、暖通、强弱电等系统，都比流光花园要复杂万倍。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为程瑞提供技术服务，但肯定会竭尽所能。这是我准备的流光花园还有我们公司产品的资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大家都一样，我听了沈总的介绍后呢，觉得加入光伏系统，提出节能减排，响应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号召，绝对能成为设计亮点。但对于光伏和建筑怎么完美的结合，现在也是两眼一抹黑，大家都需要个了解的过程。待会开完会，我们可以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厂区，实地了解一下我们光伏电池产品。那最好不过了。下午我们打算再去智数中心的现场踏勘一次，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我其实是挺想去了解一下那边的地理环境和光照条件的，但是，要跟设备厂开会，抽不开身。那林总和小聂过去吧。好。我们的 PERC 电池技术对整个光伏市场来说是有代差的产品，未来用在 BIPV 建筑上也会很有优势。厂区我带大家过去，我正好要回去。上次我去过了，今天我就不去了。我跟张总、林总还有小聂商量点事儿。一会儿你们参观完喊我们楼下集合，一起出发去现场。行，那就麻烦华总了。行，那大家到我办公室坐坐吧。好啊。这环境真好。舅妈，踏勘一般不是由招标单位组织的吗？对，所以我们来过一次了。丰腾毕竟是私企，没那么严格，允许我们投标单位自行再次踏勘。
我们再来看看，补充点资料。边走边说。好。杜伦大师的设计方案实在是太美妙了，我现在完全有信心，一举拿下项目。Le projet de Mer du Rhin est vraiment remarquable. Je suis convaincu que nous allons décrocher ce projet sans difficulté. Quoi sont les droits? Ça fait des années que je rêve de laisser un tronçon de magnifique pays qu'est la Chine. 但愿如此，我一直希望在中国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留下我的作品。很快就有了，我们共同的作品。Ça ne saurait tarder. Bientôt, ça sera un projet que nous porterons ensemble. 叶总，对面走过来的好像是林总。哪个林总？他怎么在这儿？每次遇到他就没好事。那个穿蓝色西装的女子是南京成瑞设计的沈总，是我们这次的对手之一。小小成瑞也配叫竞争对手？他们能通过资格初审，已经不知道走了什么门。危机。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今天带着设计团队到苏州再次踏勘，正想着要不要找你蹭一顿。邢姐，你来苏州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哎呀，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这也不是想着你贵人事忙。不过，听说双远你都交给聂小姐负责了。哎呦，你真是命好，以后就不用劳神费心了。谁说不是呢？这不是成瑞的沈总啊！抱歉抱歉，刚刚光顾着和雨森聊天，没有注意到。盛兴姐，幸会。你好，小盛总，真是众星拱月，年少有为。沈总过奖。沈总和雨森怎么会在一起啊？沈总是西光的舅妈，她来苏州，我肯定安排周到的。哎呦，瞧我这记性，都忘了这一茬。这可是聂小姐的至亲，你是得鞍前马后的伺候着，好好讨长辈欢心。对，我来当个导游。对了，叶蓉，听说你和聂小姐是同学？是的，杰总。你呀，要好好向聂小姐学习，看看人家，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男朋友也跟着享福。小盛总这话我愧不敢当，我并没有执掌公司，虽然以后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靠家里人的硬币罢了，还是要修身养德，兢兢业业，自己做出点实际来，才敢挺直腰杆，大声说话。现在是一点不敢耀武扬威，提前开香槟的。邢姐，西光一贯谦虚低调，你看，你把他夸得都不好意思了。你从小就伶牙俐齿，喜欢逞口舌之快。不过现在我们长大了，你也该想想以后吧。不想了吧？这不先快乐了30年。原来你还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聂总不也夸过我？那好像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嘛。你看，彼此，你也挺厉害。是吧？是吧？我也很阴阳怪气吧？特别阴阳怪气。好了好了，你们俩一唱一和的，都很厉害。你舅舅上次参加完宴会跟我说起过他，我还不太相信。毕竟也是名门后代。没想到啊，盛家下一代掌门就这样。现在说这个还太早，江山未定。难道小林你？我倒没有，我还有点别的事要做，盛远那边顾不上。好，这话有志气。
你们倒是机灵，刚刚对我们的合作只字不提。那当然不能提啊！我们公司除了核心人员，其他人在开标之前也不会知道的。我刚还觉得运气不好，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盛行杰？但是他看着好像完全没有往那方面想。他觉得我在讨好女朋友长辈，可见我作为男朋友口碑良好，让人印象深刻。你少见缝插针，自吹自来。So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do something more powerful. 成了这种规模也来跟我们竞争，自量力。不过林宇森这人老是坏我的事，不得不防。季柔，你和聂旭光不是同学吗？找个机会和他套套话，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幺蛾子。是。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活盐活水一样。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成你被抢，不然造谣成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的。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我说想想都觉得很憋屈。不管他们怎么说，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没有理由吗？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我再说一次，我没做过这样的事，你们爱信不信。你不再回来了。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手紧握着遗憾，抛向烟火灿烂。就算爱如此短暂，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你不再回来了。拜拜，我先走了啊！拜拜，拜拜。钟老师，你今天怎么跑我们学校来找我？接到电话我很意外。想找你吃个饭，有空吗？有啊。哎呦，聂总来了！包总，你是见人就喊总吗？哟，小聂啊，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可听说了，原来你是双远大股东的女儿。我说呢，之前林总怎么把项目直接交给你负责啊？包总，你也太直接了吧？那就不能是林总慧眼识珠，觉得我有慧根啊？嘿，那肯定是啊。我做工程啊，认识的富二代也不少。你和林总的能力和品行，那都是拔尖的啊，做事也踏实，就是一点亏也不肯吃啊。你们也没吃亏啊，大家共赢才是长久之道嘛。那是，那是。那您过来是？我就是来看看工地进度。啊，你放心吧，我天天盯着呢。只要你们新的光伏电池板及时到货，我们按时交付啊，肯定没问题。哎，包总，你过来看看。来了，小聂，我先过去。好，你忙。
加班跑这么快？聂总在视察流光花园的工地，非常认真的工作中。聂总什么时候升的职？好像没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啊。林董，你完了，你已经染上资本家的习气了。我染上了在家吃火锅的习气。晚上到我家吃火锅。好呀。我到工地接你。这么快？江瑞，原来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给你姐姐打电话？干嘛？你以为是谁？林哥？不然呢？我们正打算下班去吃火锅。姐，有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跟你说一下。你说。前几天庄老师突然跑来找我吃饭，这顿饭吃得莫名其妙，我还以为他要说些什么，结果他就是喝闷酒，什么也没说。后来走出饭店，他说要送我回学校，我说不用，他也没理我。后来快到宿舍的时候，他突然问起我们去欧洲游学的事情。姐，你说他是不是后悔了？不用管他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我知道，我就是……其实有件事情，我过年的时候一直想告诉你。结果在长白山看他态度那么冷淡，我就没说。就是去长白山之前，张阿姨忽然跟我提到说，庄老师暑假的时候来我家找过你。张阿姨告诉他，你和我留学去了。张阿姨说的是留学啊，我跟她确定了好几次。姐，你还记得吧？当时我们出国因为走得匆忙，你的手机没开通国际漫游，打不通。就算打我的电话，也可能因为时差关机接不到。他或许找不到我。姐，我有时忍不住就会想，如果不是我出国游学……江瑞，谢谢你拉着我出去游学。我觉得现在更快乐。真的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我肯定是支持林哥的，但是你姐，所以我想关于你的一切你都应该知道，然后没有遗憾。我明白。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江瑞，他去南京找我，并不代表什么。有些喜欢，对于我来说，就像别人家里的灯火，何时亮起，何时熄灭，完全捉摸不透，无法预测。但是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身处黑暗，也可以感受到温度，感受到它围绕在我身边。以前的喜欢是真的，现在烟消云散也是真的。我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快，但是这并不奇怪，对吗？没有得到对等回应的喜欢，和两情相悦比起来，不堪一击。
every shadow fades away.羔羊卷，牛肉卷，牛肚，还有冰淇淋，好可爱那个。这个，这也太大一桶了吧！这是比我脸都大，不行不行，吃完胖死了。走走走走走。我们去买点冻豆腐和午餐肉吧。龙虾好像不错，买一只。清洁阿姨不在，你会杀吗？这难道不是杀鸡用牛刀那么简单？那有2只，波龙的话我一个人就能吃1只。2只没问题，但是你先保证，吃不完不准塞给我。我发誓。行，你好，麻烦要2只波龙。我们要那2只打架的。差不多了，我们再去买一点调料。我想去个洗手间，你先去买调料，再买点长河顶的。好。你来处理食材，我弄锅底和调料。可以，我的手加糖。知道啦。你不是说你会吗？到底是人虾有别。等下，我正在仔细研究它的身体结构。研究出来了吗？要不你帮我上网查一下。拿你手机码，我手机在包里。让我来帮你找一下教材。哎，你看这个。会了。雨森，其实你知道，星期天在上海，我遇见了一些事情，对不对？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那你当时怎么不问我啊？因为你已经来找我了，然后扑进了我的怀抱。我去你书房里再拿点书，上次拿的全都看完了。好，加油！哎，最后1块你吃掉。你不是说一个人能吃1只？我是吃了1整只啊，有壳为证，不信你数数。
拿来我拼一下。你真拼啊！哎呀，你快吃掉嘛，快点吃。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你送我。我书忘记拿了，你去书房帮我拿一下嘛，我整理好放书桌上。好。聂希光，在。你把我书房里的黄豆换成了红豆。对啊，我逛超市的时候看到的。我想着你老拿黄豆练习，多无聊啊，所以给你换个颜色。你把手伸出来。最后一颗，一颗都不剩了我。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thing that fades away. 希光，我并没有说的那么笃定。现在呢？现在，我知道，我握住了所有的光。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oh, oh.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thing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真的有急事要回去吗？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只是想让你早点发现的借口。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总已经连续3天给我们订点心和奶茶了，他是有什么喜事儿吗？应该吧。今天是红豆糕、红豆奶茶，昨天是陈皮红豆沙。西瓜，你家林总是不是红豆控啊？我不知道，可能他家红豆大丰收了，我去问问。你好，大方的林总，我们什么时候去南京啊？谢谢。快坐，路上辛苦了。还好，苏州到南京没有多久。资料。谢谢。哎呦，老王把我也喊来了。对呀，你也来看一看，大家一起提点意见吧。好，来，快坐。那我们开始。开始吧。这就是我们在原有设计上结合了光伏系统之后所呈现的效果。光伏组件主要是铺设在顶部以及侧立面，侧立面呢是以遮阳板的方式体现的。大家看一看，提些意见。这样可能有点问题。如果建筑的下半部分组件间距不合理，光线偏移时可能会造成长时间局部的阴影遮挡。被遮挡的部分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会消耗其他电池产生的电能变成热能，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形成热斑效应，影响光伏组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旁路二极管来减少热斑效应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这样，我以为我们沟通已经很充分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还得继续改啊！难道要取消掉下半部分的光伏组件？但这样的话，对发电量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不着急，我们还有时间。坐。旭光，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只能在原设计上结合光伏系统吗？原设计是不是也可以有个小改动什么的？什么改动？说来听听。如果把群楼船身这块设计成海浪的造型呢？海浪？我不太懂建筑啊，我就随便说说。就是主体大楼还是风帆意象，原本船身的部分呢以曲线形式一层层波浪式的向外扩展，光伏板鳞次栉比的铺开，阳光一照就像波光粼粼的海面。这样一来可以增加光伏组件的总面积，二来海浪的设计也更方便我们把组件的安装角度调整到苏州的最佳倾角。人类发展科技，探索未来，本来就像一艘小帆船，在浩瀚无际、没有方向的大海中行驶。舅妈之前说，程瑞的设计理念是乘风破浪，之前只是乘风，这样改动的话，还蕴含了破浪的意思，就更加紧扣主题了。对，我有画面感了。可是你刚才会上怎么不讲呢？因为我对汪总不太了解吧，万一他觉得我越俎代庖，就反而不美啊。不会，老王是特别直来直往、不在乎人情世故的一个人。不过西光小小年纪，倒是人情练达，无师自通。哎呀，未必是人情练达，他性格体贴，经常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不就是人情练达吗？不过也不用每时每刻太考虑别人，这样多少委屈了自己。那不会，我又不是笨蛋。行，那我一会儿跟汪总转达一下你们的意见。好。那舅舅舅妈，我和雨森先回苏州啦。啊，好，那我送你们。好。啊，走。没想到我们家西光还有建筑师的天赋。什么？你别捧杀，意见人人会提，灵感人人都有。
那真正要落实到纸上，变成真正的设计，是需要设计师们更多的灵感和扎实的功底的。道理人人都懂，难道我私下夸夸女朋友都不可以？好吧，是你女朋友不解风情。罚她请你吃晚饭怎么样？吃铁锅炖。真巧，你男朋友正想吃。哎呀，小聂，我忘了，你和林总今天去南京对吧？我最近设计了好几个光伏的小东西，你们给他们设计师看看，也许能当智能数字中心的点缀。我们刚刚出来，我发给他们。行，那我去忙别的了。好的，花总辛苦。花总才是有设计师天赋呢，这些小东西好可爱啊！最近智数中心的事很多，会不会影响花总的研发工作？花总肯定不会这么觉得，毕竟光伏研发的最终目的还是应用，有一样重要。你说的对，我有点钻牛角尖了。舅舅，小聂啊，你们有想法怎么不直接跟我说呢？你舅舅说不明白，还没走远的话，快回来。还有这些景观装置也很有意思，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好的，王总，我们才出发，现在马上回去。最近同事做好几件事，南京、苏州来回的跑，好不容易周末休息一下。英杰一定以为我在进行什么甜蜜的约会，哪能想到我跟男朋友在家里学习呢？这难道不是你提议的？我说去周边城市玩一下，你说不如在家里学习，体验一下大学时代和男朋友一起学习的感觉。我只是装装样子，谁知道你真看啊！哇，我晕刺了！有晕倒的病患，我看看。哎，你不要非法。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非法什么？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但是我这样对女朋友应该是合法的。仿佛这个世界上林医生，林博士，你学到了哪条知识？告诉我，亲一下可以治愈他。这项研究还在试验阶段，要多次实验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那我是你的实验对象。是实验伙伴，要给署名的那种。
你不要靠过来。你的实验伙伴表示，今天的实验已经结束了。我只是拿书。哦。对了，我刚一边看书一边在想，我们要不要给公司改个名字？我觉得双远有点土，感觉像是远程跟盛远两个名字二合一。盛远和远程在长三角也算两面大旗，不用这么划清界限。有道理。唉，就是可惜了。我刚刚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天选之名，感觉用了一定超级吉利。什么名字？光宇。我把我们俩名字凑在一起，但是女士优先，所以我的名字放在前面，绝对没有压你一头的意思。可以，改吧。不扯大旗啦？是不是因为我把我们俩名字放在一起才改出的？你想多了，纯粹是因为这个名字很贴切。光是能量，岛屿是载体。光宇可以解释为吸收储存光的岛屿，跟公司从事的行业很搭。西光，你取名字很有灵气。我有没有灵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很能胡扯。咱们到里边，按照会址啊。激光，你们送我们过来就行了，别在这儿等我们。这开标大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而且一进去就要上交手机，大家也联系不上。好，舅妈，商务标是不是也今天开？按招标文件上的说法，都是今天，这样最好。时间长了，也许有救猫腻。那今天就能知道最终结果。对。他今天怎么不过来放话了？应该是怕了我们。看来是的。真没意思。你们两个，好了，我们也进去了。你们两个听话，快回去。晚上苏州城里见。舅妈别担心，我们已经有安排了。行，那我们进去了。好，加油，舅妈。好，加油，旺总。走，加油。我们有什么安排了？我怎么不知道？哦，是这样。附近有个楼盘，我有点兴趣，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样？看房？你是不是早有预谋？对，预谋已久。你好，是林先生和聂小姐是吧？是。哎呦，欢迎欢迎，一直等着你们呢，请进吧。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我们楼盘的情况。我们望城雅墅啊，位于城湖最美的湖岸线，是低密度纯别墅区，绿化率达到了60%。本次我们一共推出16栋别墅，每一栋都坐拥一线湖景，走出自家花园就可以到湖边散步。来，设计呢由顶尖团队执笔，打造了稀缺的中式极简风格，房屋和湖景完美结合，独特的江南韵味十足。小区周边配套完整，医院、国际学校应有尽有。你是要投资吗？可是这里是不是有点偏僻啊？我们公司已经在园区边边了，这里比我们公司还要偏。不是投资，是自住。自住？
这里虽然偏，但是开车到我们公司只要15分钟。可是你以后要去上海上班呀。你还在光宇？我可以借些激光笔吗？哦，当然。哎，第一次见习教授的时候，他告诉我，未来上海新建的脑科学研究中心在松江，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从这里开车到研究中心大概50分钟，光宇是在这里，这个小区正好在我们俩上班地点之间，所以这是我设想的未来我们居住的地方。那我们的房子可太适合你们夫妻俩了，我保证，没有比我们位置更好的房子了。那倒不至于，还有2个楼盘，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没有我们这儿好，我们的物业呀是我们集团自己的，服务品质那没话说。秋天，业主还送免费的大闸蟹。你还真的是蓄谋已久。一直在偷偷摸摸的研究。那好吧，为了不辜负你的研究，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看过去吧。反正今天还有很多时间。那除了大闸蟹，我们还有购房优惠呢，而且我们是现房，不用等。林先生，您做过调查，您应该知道，别的房子起码要等1年，我们现房所见即所得。其实我们还没结婚啊，不过这些已经是他说了算，你说服他就好。小姐，你信我啊！别的小区你当然可以再去看一看啊，但是绝对我们的最好。我们离你上班地方最近的，你看这条线上，别的别墅都离上海要近一些，您开车上班远一点，你未婚夫肯定舍不得。你说的有点道理，那麻烦你带我们去实地看看。哎，来，请。应该还没结束，舅妈还没给我发消息，说我手机还被锁着。在这儿坐一会儿吧。Arrive. Ma me non perdona. Il faut savoir rester digne. 你帮着外人损害集团利益这件事，我会毫不保留地向爷爷汇报。陈瑞中标了，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喜讯。邢姐，你这次虽然落败了，却有了第一时间亲自向董事长汇报的勇气。我想董事长一定会欣慰你的成长。你等着，今后加油。稳定发挥。常规操作。刚盛行节的意思是不是舅妈他们中标了100%是吗？太好了，舅妈，西瓜，哎呀，我们中标了！我们刚已经从7级败回的盛行节那里知道了。沈总，克制克制，这么多人呢。人已经是开始过来了，不然恨不得飞起来。西光、小林，谢谢你们，谢谢张总、花总，谢谢你们公司。这次你们帮我们太多了，简直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评委会对绿色节能这个理念大为赞赏，我们的设计方案一举拿下高分。我们只起到了辅助作用，还是程瑞团队足够优秀，设计做得漂亮。你这孩子，这时候这么谦虚做什么？哎，你们不是说有安排，怎么还在这等着我们？
太辛苦了。哎呀，不辛苦，我们出去了一趟又回来的，才回来。对，舅妈，我们没一直等，刚和西光去买房了。啊？买房？思良约我小辉吃饭，我才知道这件事。你说蓉蓉干嘛非要去深圳呢？江浙沪不也遍地都是机会？他这样突然不告而别，整个人心里还怪难受的。对蓉蓉，可能很难有什么离别的情绪。不过感觉一些大学的往事，好像一下子真正远去了。是啊，好的坏的，都只留下一点点回忆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他应该在哪，都会过得不错的。也是，我也就不操心他了。我到你宿舍楼下了。老大，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出去吃饭了。跟你的大帅哥男朋友？对，还有我的家长们。干杯！来，干杯！哎，庆祝我们拿下丰腾集团的大项目啊！来，坐一吃。阿云，前几天在南京的庆功宴你没来，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一直热闹到半夜。那天正好约了人，不好改期，我的错，自罚1杯。没事儿，今天啊是我们家庭小庆功，这种喜事啊，本来不就得庆祝个3番5次的吗？对，你再让我，我再干一个。我是个大俗人，你们从远程手里抢走了项目，我可太开心了。我妈我姐这么有出息，我敬你了。哎，那我呢？这事你又没参与，你倒什么都挺清楚的啊，臭小子，你啊就知道拍你妈和你姐的马屁。爸，你还不习惯啊？你心里是不是一直不服气？那没有，完全没有。你妈妈英明神武，我完完全全服气。你少在这挑拨离间，企图从中获利啊！来，我们再干一个啊！来。这桩喜事儿说完了，我们再说点别的喜事儿。西光、小林，那天急匆匆的，没来得及多问，你们买房是怎么回事儿？买房？对呀，我们参加开标会的时候，他们2个竟然去买房了。不会吧，姐？难道你要结婚了？你别瞎嚷嚷。我是和西光一起去买了个房，下半年我就要在松江脑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了，所以买了一套离西光和我工作的地方都近的房子。那不就是为了结婚吗？这是长期目标，目前只是为了避免异地恋。小林，你倒是一点也不急。急是急的，不过心里安定，也就不那么急了。而且西光年纪还小，才毕业1年。哎，这房子是哪个开发商的？你把那个户型图给我看看。哎，我最喜欢看这个。苏州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后面几张都是。哎，这好像还是在苏州啊。那离你也不近呐。还好，开车大概50分钟。看着离西光更近。小林，你以后打算这样每天苏州、上海的跑？是的，阿姨。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付出牺牲太多？从松江回陆家嘴，或者我爷爷奶奶家，如果遇见上下班高峰，可能比到苏州的时间还长，所以实在谈不上什么辛苦和牺牲。而且每天见到西光是我自己的需求，怎么能说是付出？这句话太好了，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后见我未来女朋友家长的时候要考的。大瑞，你不会在大学里偷偷摸摸的谈女朋友了吧？哪有？我要谈了肯定广而告之的。那行，下个学期还是那个费用，不给你加了。什么？
你们不能这么势利啊！生活费怎么还跟恋爱挂钩的？真的得涨200。现在的生活费不能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建设需求。具体点。哎，就是偶尔打游戏嘛。一毛也别想多。哦，对了，西瓜，那你爸爸那边是什么反应？我爸给我发了微信说恭喜我。你怎么回的？我本来琢磨，我只起到了一点小小作用，好像不该骄傲。但是他既然都这么恭喜我了，我就说承让啊。那小林外公呢？他没说什么吧？吃饭前刚接到外公的电话，他说过阵子来苏州找我。这是到苏州来兴师问罪吗？我和你一起。听口气不像，不过如果真是兴师问罪的话，一定带上你。承诺不欺，有难同当。来。最近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尤其是国6条一公布，光伏行业的前景已经很明朗了。你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推出有技术优势的新产品，未来在市场上必定占据更大的份额。你把双远经营得很不错啊。我是后来者，公司后面若能顺利拿下订单，走出困境，主要还是靠外公的支持，以及张总和老员工们的坚持。你不必过谦。你上次不是问我改名的事吗？怎么还没改呢？我和西光商量了一下，打算拿几个订单再说。你们做事很周全。改什么来着？光宇。是。小情侣的花样，不过比双远好听，也更像一个光伏企业。外公，除了更名，还有件事，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什么事啊？我想设计一个15%的股权激励池，用于激励公司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考虑到未来我专攻医学研究，企业经营上，西光会更加费心。所以，这次的股权激励，我想都由我来承担，不用做等比例稀释。这事儿跟更名的事儿一样啊。既然股份都给你了，那就完全由你做决定。不过，你得想清楚了，企业章程写得很清楚，决策权和股权占比是绝对挂钩。这样一来呢，你就等于丧失了和聂家小丫头争夺企业控制权的能力。我明白，谢谢外公。这件事，聂家小丫头也同意了。我还没和他商量，想先问问外公的意见。更名和设股权激励，你都知道问问我的意见。那我问你啊，你帮助聂家小丫头的亲戚从盛远手里抢走项目的时候，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呢？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啊？外公，光伏行业艰难，机会难得，有一线生机都要搏一搏。如果邢杰先来找我，我们也会鼎力相助的。哦，这是你的真心话？半真半假。那先说假在哪里？邢杰不会来找我，我说说空话罢了。真呢？真来找我，生意找上门，怎么能不做？不过心里不爽快，捏着鼻子赚钱罢了。
你呀，从小就是一个小机灵鬼，不算你这个机灵劲儿。邢杰要有你一半的聪明和沉稳，盛远的未来都可以交给他。丰腾这个项目啊，是对他的一次考核。但我在意的不仅仅是这次的结果，更多的是看做事的过程中，他所展露的手腕和品行。外公身体康健，接班问题并不急于一时。不过，我心里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敞开了说。其实我一直想建议外公培养邢秀。邢秀？邢乐和邢秀都聪明，不过邢乐性格跳脱，不愿意接受约束。邢秀沉稳内敛，作为接班人选，邢秀也许更加合适。怎么还没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说一声？怎么样，盛爷爷走了？他有没有骂你？我是说过要陪你，这不是正好有工作吗？过几天设备就要进厂了，有好多事情要确认呢。唉，聂总这就工作优先了，以后可还怎么得了？别演。哎呀，其实工作不是重点。我想了想，还是你们单独聊天比较好嘛。谢谢聂总这么善解人意。应该的，不用太感动。所以盛爷爷到底有没有说你啊？没有，我还顺势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邀请外公到时候为我们主持公司更名揭牌仪式。还是你厉害。分手的事儿。走了，下班了。聂总今天放我鸽子，要请我吃饭。行呀，食堂我正好约了花总吃饭的时候谈点工作。算了，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有点工作没做完。哎呀，不行，走了，林总，你现在还没有离职呢，而且你就算离职了，也是股东，怎么可以消极怠工？眼下行业形势大好，我们正要争分夺秒，抢占先机。我看看，西光，你不会是个隐形的工作狂吧？当然不是。听着也不像。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了？听着也没有坏人啊。这么确定？要不你再亲一试试？没换。西光，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和你确认。什么？你是真的对企业经营和光伏行业有兴趣吗？我不想你为了任何人勉强自己。
你怎么会有这种担心？我当然是因为自己有兴趣啊。不过我还是没有什么大目标啦，比如说未来要把光宇做成什么超级大企业之类的。我只是想把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尽力的做好。还有就是上次帮舅妈拿下了项目，我发现我也喜欢赢的感觉。这个我早就发现了。什么时候？长白山滑雪的时候，某个小朋友才学了2天，就急着跑走，要一个人练习，想偷偷成为绝世高手，连我都不带的。这也算啊？当然算，这叫见微知著。走了，我亲爱的小孽走，我去食堂开会。虽然但是，等这波忙完，我要摆烂半个月，啊不，1个月。怎么摆烂？当然是把积累的假期都休了，天天躺着，出去玩、发呆、看小说、电视剧。带我吗？那必须啊！我躺着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有人帮我拿零食。我更愿意当枕头。会拿零食的枕头。成交。